经过3天2夜的沙漠旅途，终于我要跨境到智利的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在乌尤尼盐找过来，路上沿途的景观变化多端，跟美到不可思议。从旅程开始的白色的盐沼，变成现在到这里土褐色的沙漠地形。这部影片主要会介绍我在智利北部经过的4个城镇：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卡拉马、安托法加斯塔以及科皮亚波。阿塔卡马沙漠是世界上最干燥的非极地沙漠，这里的某些区域在人类观测史上从未有过降雨记录。由于其地形与火星环境有些相似性，该地区也曾被用作为火星探测模拟的实验场地。我的频道是探索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再给我一个订阅，开启小铃铛。就让我们一同探索阿塔卡马沙漠里面的这几个城镇吧。圣佩德罗小镇中心非常的小，从镇的东边走到西边，不超过20分钟应该就可以走完了。这里至今仍沿用传统的当地建筑技术，采用红棕色或粉刷成白色的土砖建造，保留了其独特的乡村魅力，与沙漠环境融合起来，相当有特色。这个小镇是前往玻利维亚乌尤尼跨境旅行路线的起点或是终点。这趟旅途会穿越白色盐沼、高海拔湖泊与温泉。用这种方式跨境，能看到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之一。可以在圣佩德罗德阿塔卡马广场闲逛一会，在旁的 Iglesia San Pedro 教堂颇有味道。该教堂建于西班牙殖民时期，据称是智利第2古老的教堂。教堂采用当地土坯建造，外观简洁优雅。这里有2个比较知名的博物馆 ，Museo del Meteorito 可以看到智利最大的陨石库，这里绝大多数的陨石都是坠落在阿塔卡马沙漠。而 RP Gustavo L.E. Page 考古博物馆可以参观原住民文化时期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的文物。下午的时候，我去郊区走走。数百万年前，这里曾经是巨大的盐湖。随着安第斯山脉的造山运动，地壳挤压，风与水的侵蚀雕刻出了巨大的沙丘，造就了如今荒凉而壮丽的山脉。当地最知名的月亮谷也位于这片沿山脉的区域。在这里租一辆自行车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有许多租车的店。要留意的是，这里的海拔高度会让体力消耗得很快，要确保带足够的水，并在太阳下山前回去。沙漠中的温差很大。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整个山谷会从金黄变为鲜红，看着岩石随着阳光的消逝，最后笼罩在紫色的薄雾中。在天空变成紫色的过程，觉得我好像不在地球上。这里的夜晚也是有活动可以做。阿塔卡马沙漠是地球上最佳观星的地点，在这里可以去没有任何灯光干扰的环境中看星空，或是参加旅行团的观星行程。我的下一站是一座城镇叫卡拉马。如果你打算坐飞机过来这里，从首都圣地亚哥需要搭乘约2小时的国内线班机前往卡拉马。这里是距离圣佩德罗小镇最近的现代城市。卡拉马主要是一座铜矿业的工业城市，距离圣佩德罗约100公里。这里也是智利北部主要的转运站，可以搭乘巴士到智利其他重点城市。不过查资料的时候，这里好像没有什么景点，比较像是当地人居住的城镇。
在这里我就简单逛了一下，然后转车前往我的下一站安托法加斯塔。安托法加斯塔是一条细长的城市，夹在海与山之间，长度超过20公里，但宽度仅有几公里长。当地人的生活场景主要是在沿海岸公路与海边的腹地展开，背后则是一座座干燥的山坡与矿业地景色。在1860年代以前，安托法加斯塔地区在名义上属于玻利维亚，当时这片区域被认为只是一块无用的荒漠。然而，当人们发现这片土地下埋藏着巨量的硝石的时候，一种主要被用于制造炸药和肥料的原料，发现的随后，智利资本家的技术涌入。19世纪的太平洋战争就是一场因争夺硝石而起的南美洲冲突。当时玻利维亚违反条约，向境内的智利硝石公司增税。智利为此于1879年出兵，占领了这里，引发了战火。最终智利赢得胜利，更让玻利维亚失去了唯一的出海口，从此变成内陆国家。此战争至今仍是两国外交的痛点。安托法加斯塔就因为这样被正式并入智利的版图。这座城市的精华就在海岸边，在中间的海岸线 Costanera 很适合用走的将城市的节奏串起来。科隆广场与历史街区是这里最具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在这里我看到了钟楼、老建筑、历史行政机关等。这里保留了19世纪末的英式建筑风格。过去的老海关大楼是当年的权力中心，现在则是变成了地区博物馆。在安托法加斯塔的主广场散步，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矿业与海岸的宏大叙事。离开安托法加斯塔之后，我便继续往南走。下一站我要抵达的地点是科皮亚波。沙漠之手，这只从地平线上突然浮现的巨手会在南下的途中经过，是由智利雕塑家 Mario Irarrázaval 于1992年创作的巨型雕塑。阿塔卡马沙漠真的超级广大，我已经在沙漠中，光是坐车就超过40个小时以上了。从玻利维亚的乌尤尼跨国穿越至智利的圣佩德罗，一路到科皮亚波，我竟然还在沙漠里面，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而在途中的不同路段的海岸线景色，也同样的令人惊叹。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座科皮亚波城市的话，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没有听过。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这里是2010年科皮亚波矿难事件的地点，大家可能就记忆犹新了。当初，这个新闻连续播放好几个礼拜，是有33名矿工在地下700公尺处被困69天后，奇迹式的生还。最后，这个事件还被拍成了电影。这座城市一直是智利的矿业中心，从在19世纪因为淘金和白银热潮而繁荣，直到今日的铜矿，都是当地区最重要的产业。在这座城市附近有许多火山群，其中最知名的景点就是奥霍斯戴萨拉多山，海拔6891公尺，它是智利最高峰，美洲的第2高峰，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活火山。
科皮亚波的中心点不大，从武器广场到博物馆、市场和主要餐厅都在步行的距离内。这里的游客很少，过来的时候感觉好像只有我一个旅客跟当地人。不过这样子似乎更能了解当地的民情。在这座城市的几天，我留意到不止在主广场的雕像被泼了油漆，城市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雕像跟纪念碑也皆被涂上了涂鸦。上网查了一下资料，这似乎是一种在当地长期抗议的方式。这些活动是为了抗议智利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不平等现象，将这些原本是沉闷、被忽视的公共艺术品，变成了一种介于抗议跟愤怒，为当地人呐喊的代表。好了，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